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双闪击9 TD， 这双鞋也是观众留言评论里面热度最高的一双，多数也是想看看这双鞋是不是网传的那么好。是部分观众朋友是直接给我强烈安利的这双鞋，所以为了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觉得必须得安排一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球鞋的感觉，大家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也都很热心的互相分享自己的体验。以鞋会友嘛，我也希望能在这里结交更多的鞋友。另外，评论里另一双呼声比较高的音速11，我最近也在穿了，后续很快会给大家出一个详细的评测。首先看一下外观，因为今天是兔年嘛，所以这双鞋也是和大白兔奶糖做了个联名。一双2开的球鞋还能有联名的，就真的很少见，而且还是2个国产品牌的联名。屏幕前有观众还能说出其他2开有联名的球鞋吗？反正我一时是想不起来了。那给这双鞋的颜值打个分，你们会打几分呢？首先，鞋身最主要以白色为主，再加上侧面和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上一致的图案和一些蓝色的点缀，同时鞋垫上也会有一个剪纸形式呈现的兔子图案，这一点也是体现了中国风的元素。然后右脚鞋身上会有个兔子脚印的图案，左脚是卯兔的字样，这些呢就属于这双大白兔配色的所有相关细节了。侧面的后跟大面积的中底材料上包，是不是有点耐克垃圾鞋1代的感觉呢？这个配色呢，颜值还行，就是不耐脏。白色鞋子脏了之后，颜值必定会大打折扣。另外，不得不说，按照李宁现在的篮球鞋的质感标准来说，这双鞋的用料质感还是算比较一般的。像鞋舌还有内衬、鞋面的用料，都会多少有点廉价感。不过一想到价格只有2开，突然觉得也不算太差了。接下来讲一下实战性能。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双鞋比闪击9 Premium 版本更强，性价比更高。那我试完之后呢，感觉也没毛病。这2双鞋也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因为这双闪击9 TD 比 Premier 版本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极端，我觉得适合的人群会更广一些。所以鞋楦，我觉得是和闪击9 Premier 版本是一样的鞋楦，所以说这双鞋依旧是高脚背、宽脚不太适合的一双鞋。但 TD 的鞋面舒适度会比 Premier 版本好一点，因为 TD 鞋面没有那么硬质，压迫感没有那么强了，贴合度也会好一些，这是一个优势。码数也依旧是按照正常的码数购买，大宽脚和高脚背我就不推荐这双鞋了，即使是加大半码。而且侧向支撑方面也不用担心，因为侧面有一个中底材料的上包，也有一小块 TPU 的补强，同时重心也很低，所以并不需要鞋面自身强度很高，都可以保证侧向的支撑。中底依旧用的是 Light Foam Plus， 整体还是偏硬的，所以期待有脚感巨大提升的朋友可能就要失望了。但对比 Premier 版本还是要好一丢丢的。穿着大概2到3场踩开之后，中后段的脚感韧弹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于轻体重只能说是一个够用的缓震，同时为追求极致的轻量化，也依旧是去除了中底部的设计。要知道中底部其实对中底的脚感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TD 取消了前掌的铲型 TPU， 也就是 Premier 版本前掌用到的 Lancer 科技，前掌感受没有 Premier 版本那么激进，没有了那种大拇指都能感受到场地温度的感觉，脚感有所改善，但场地感呢依旧是非常出色，启动也依旧是快如闪电。后跟没有了 TPU 的加固，也可以充分的释放形变，整体的缓震都会比 Premier 版本稍微好一点。另外也取消了 Popa Lock 靠近外底的一层 TPU， 整体刚性肯定是没有 Premier 版本那么强，但内置的一块 TPU 还是在的。我取出了鞋垫摸了一下，还是带有加强筋的 TPU， 强度非常高，面积也不小，中底刚性依旧是非常出色。然后弯折点呢也依旧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位置，足弓那一块 TPU 也顺带取消了，那足弓支撑相对 Premier 版本来说就没有那么强，但也是够用的一个状态。毕竟 Premier 版本也有很多朋友说会顶足弓之类的，那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这就会是个很好的改动。但是我看到好多观众对于什么样的足弓类型挑什么样的鞋还不是很了解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一下，用我个人的理解通俗的解释一下。首先，扁平足多数就是一个足弓塌陷和足外翻的一个症状，所以需要有足弓支撑的鞋子来把足弓顶起来，让步态恢复正常。这是一个足部健康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舒适性的问题。另外，理论上来说，不管是高足弓、低足弓、正常足弓、扁平足，都需要鞋子有足弓的支撑。而除此之外呢，如果是高足弓，就需要挑缓震好一点的鞋子，因为高足弓足弓处隆起的比较多，那脚掌的受力面积肯定会比较小，面积小压强就大嘛。而且足部受力面积分布也相对没有那么平均，所以更加需要缓震好的鞋子减轻冲击。缓震好的鞋子对于脚部不同的受力点适应度会高一点，可以更好的过滤掉不同位置、不同程度的受力，然后整个脚掌受力会比较平均，脚感能更加的平衡，也能减轻足内翻的症状，类似床垫广告里面的原理一样，让运动过程中感到更加自然、平衡和稳定。回到这双鞋子啊，虽然是超低帮的设计，但是不会出现不跟脚的情况，后跟港宝也是非常坚硬的。
在保证实战性能方面真的一点都不含糊，同时重量也依旧是保持在一个非常轻质的状态，单支43码只有349克左右，确实是一个非常轻质的重量，不过也是可以预见的，毕竟 Premier 版本也才360克左右。这让 TD 减少了部分的配置，更轻质也是在预料之中。外底纹路2个版本也是一样的，抓地力同样是非常的出色，随停随走，一点也不用担心打滑的问题。但令我惊喜的是 ，TD 居然用了 TOF RB 橡胶，这可以实打实的延长鞋子的使用寿命，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其实 Premier 版本的耐磨已经非常好了，硬度数值达到了61，反52的 TOF RB 也才62左右，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耐磨的外底。我之前甚至觉得 Premier 版本用的就是 TOF RB， 只是没有标出来。其实只要达到相应的耐磨程度，有没有 TOF RB 这个名称也不是很重要。但 TD 直接给你摊牌了，用的就是 TOF RB， 硬度数值也达到了63左右，一个非常优秀的硬度。这个抓地力和耐磨确实对于追求性价比的学生党来说，起码是保证了一双鞋子的基本盘，可以说是做得非常有针对性。而且为了展示它用的 TOF RB， 虽然是一样的抓地纹路，但是还是专门开了一个新的外底模具，就为了把这一部分加上去。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相对低端的产品线，也没有随意糊弄了事，还是比较用心去对待的。另外，也有部分网友说 Premier 版本的鞋带孔容易断裂，至少我穿着过程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挺牢固的，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不排除有这种隐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也可以选这双 TD， 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顾虑。最后做下总结，闪击9 TD 呢是一双朴实无华的鞋子，很好的体现了李宁当下做篮球鞋积累的扎实基本功。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闪击9 TD 适配人群呢，个人感觉会比 Premier 版本更广一些。虽然说也没有非常惊艳的部分，但是这么轻，用料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吊牌都只有3个，是我最近买到李宁科技吊牌最少的一双。以往的吊牌打开都直接能当扇子用，但是呢，依旧可以做到面面俱到。我觉得还是很显整个做鞋逻辑的深度的，确实是一双高性价比的口粮鞋。虽说轻那么几十克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也未必。但是现今球鞋的趋势下，如果能做到又轻又保证功能性，那确实是对自家造鞋功力的一种凡尔赛的体现。除了说缓震一般，还有脚型限制之外，基本上可以说是后卫鞋该有的都有了。而且目前只需要2开就可以拿下，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对于买鞋预算比较低、轻体重、速度型、追求场地感的后卫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同时你必须是瘦脚或者正常脚型，宽脚和高脚背就不太适合了。还有膝盖不太好或者说受过伤的朋友，也不太建议这双鞋。同时我觉得也没必要踩一捧一啊。其实闪击9 Premier 来对比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来说一双价格更具有性价比。另外 Premier 版本加价的同时，确实用料也是更足的，强度也确实更高，只是实际穿起来没有给到我们需要的范围内太明显的增强。话说回来，其实200-300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不算便宜了，只是对于李宁这个品牌的产品线来说算是低价位的。相信我小学的时候也是一双回力鞋，兼顾着篮球、足球、丢手绢、追逐打闹等各种运动项目。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着重讲这个价位的鞋子，就是希望这部分的观众能在有限的选择里面选择到更适合自己的。现在网络上信息很发达，包罗万象，各种的晒鞋，看完好像大家的生活都好起来了，一个学生买几双大几百的鞋子都好像很正常。其依旧还有很多人是1年半才只能买一双200-300的篮球鞋的，甚至是没有篮球鞋打篮球的。起码据我现实中的观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刷到我的视频，我希望能尽量帮助你能不花冤枉钱买到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买回来无奈的将就穿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做好视频让观众可以看清楚，尽可能完整的了解球鞋，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不然做球鞋测评干嘛呢？这才是我觉得做视频最有意义的地方。其次呢才是恰饭。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支持一下我这个小 UP 主，可以给我点赞、投币、关注支持一下，这对于我继续用爱发电做真实的评测会有非常大的鼓励。最后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